我想要的东西，就一定能拿到。三郎，这契约上的期限明日便到了。蜡烛呢？这是你与右相签的契约，难不成你要反悔？玉给事，能否发威吗？某一区区小利，这是你与右相的勾当，何谈要我放你一马？真是好笑。你若垂身为难，等于让我去死。那你便死啊！升官发财。是，求你指条明路，救我性命！没事了。某与你相处多日，看到你如此，某也于心不忍啊。某可以帮你，只不过若想让右相满意，中间要打通的关节太多。只要能证明多少钱，尽管开口。好，你若拿出3倍的利息，某可保你过关。三郎通透，王大坚已不堪用。与某携手，某可为你谋个更大的机会。热！别尝试，右相将。拜见右相。不至于国库，不取于内堂，20日连本带利还清借款。你答应我的事情，果然都做到，很好。属下德保李维，竟连一席之礼都办不成此事，全靠右相支持和体贴。谢右相。属下想引您见一阵，此次采买的蜡烛，只由他提供。谢右相。
这日后蜡烛的采买便是每年公事常例，辛苦了。周三郎谢于常侍，救命之恩。谢于常侍，救命之恩。你就不怪某赚了你许多钱？足下赚钱敞亮，手段高明，三郎佩服。不是那王大监只知道吃拿卡要，三郎以前以为足下只是随口一提，没想到真的把在下引荐给了右相。三郎服了。从今以后，于常侍便是咱们长安各方100万人的阁老。惹！哎呀，苏老，苏老，站住！这就是你口中的承诺，他就是你口中的恩人啊！我明白了，你不是一条好狗，你们都不是知恩图报的好狗。苏老，您的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。但是朝廷，这朝廷有朝廷的考量，你说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嘛。我且问你，离职转运另有安排，此事你是否早就知情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啊。这个荔枝转运的事儿我能做主，但是这个钱粮用度，这走的是另外一条线，这不在我的权限之内啊。那我倒请教大师，你的权限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的权限，在我的权限内啊。还款不是问题，利息也不是问题，不能让您白忙活一场。岂止是白忙，小老现在是鸡飞蛋打，身败名裂了。那这事的根源不在我呀，他在这儿呢。来了一个阉人，你还嫌不够？你还要拿右相的银牌来吓唬小老不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。苏老，我再去跟于都使争取，他要是做不了主，我亲自去求右相，一定实现之前的承诺。你相信我，就是拼了命再来一次右相，也把这事办成。念在你我的情分上，我不再责怪于你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什么叫卸磨杀驴？我就是那头驴，我就是那头被你们杀死的蠢驴啊！哎呀，岭南呐，要变天喽！岭南入了雨季，这天色阴晴不定，说变就变也是正常的。哎呀，某就喜欢你这没心没肺的样子。某是说这岭南的地头虎对上了过江龙，要出大事儿了。夫君可是看出了什么苗头？你看啊，这个李善德呢，给阿米塔一个胡商代表的身份，他俩就绑在了一起。马归云跟空浪先生是一伙的，可这马归云跟李善德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总之，他们呢，跟这老东西，都是死对头。这个老东西众叛亲离，夫君，不如你也早做打算，凭着夫君的才华，
不怕没人招揽。不急，有一个人某还没看清楚，就是这长安来的于都使。认这个老东西，热脸贴冷屁股，油盐不进，送礼不收。但某有一种直觉，他要的不是钱。至于是在哪块石头上落脚，莫要静观其变。何有光杀了阿弥塔的亲阿爷，没想到李楠这么热闹啊！那李善德一定都知情，看着憨厚胆小，没想到竟敢在右下面前谈阿弥塔。他肯定没想到，来岭南摘几颗荔枝，被卷入到如此大的风浪中。本来某啊还担心，在岭南这几日有一桩心事办不成，但是没想到，这玉和棒已经开始咬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得把这水搅得再缓一些？孺子可教，不枉我悉心栽培你呀！下去吧。我又将有一则感人泪下的故事。阿头，哎，苏老呢？他说今日跟你一起过来。他看我忙，看我忙得晕头转向的，就没跟我在一起。怎么会呢？他说今日是你的生辰，还给你准备了诞辰礼物呢。哎呦，难得苏老还记着。他今日不会来了，我俩闹了点误会吧。因为什么事啊？我承诺他的事儿，我没履行好。那你要跟他解释清楚呀。是得解释清楚。是。都说这商人只看重利益，但是苏老这个老狐狸是真的把你当成朋友了，早早的就给你准备好了胡人的礼物，可不是因为你如今风光了现准备的。唉，但孙老来不了，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。你呢？哎呦，这是目前荔枝园结出最大的一枚，我们都叫它单荔，每年只有1枚。据说吃了它能延年益寿，专门给你留的。最大的一枚。嘿，那这现在是贡品了。唉，荔枝多着呢，你不吃我给别人。我没说不吃，我
你，谢谢你，阿东姑娘。谢什么呀？好朋友就是这样的。你忘了给我带酒，我还是愿意给你拿单列。是你们大家将我从这绝境中给拉出来，我才能沿着这微弱的希望继续前行。线下荔枝转运不仅仅关乎我个人生死，只有成功，才能不辜负诸位的期望，才有能力回报所有人的恩情。哎，阿东，你荔枝园的荔枝还够吧？够，都给你留着呢。啊！但是你们要砍下半条枝干，运走一丛要废掉整整1棵好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转运的时候呢，横竖也废不掉几丛，也不影响你整个荔枝园的收成。到时候跟圣人会请求的，给你奖赏。好吧，那便放过你啦。你尝尝。拼死一搏，不只为自己，也为了大家的满腔热忱。好朋友应当如是，应当如是。兰哥，再给我几贯钱吧，江湖救急啊！啊！我不是刚借你钱吗？才过了几日，怎么又没了？我这用钱的地方多呢，我得治病，还要吃饭，又要买酒，还要养我那个相好的。你不是病了吗？我看一点都不耽误你生活。不是，药能治病，可治不了疼啊。南哥，你不知道一到晚上我是多么难受啊！我是想办法让自己忘了这些疼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又去赌了？我是想着，老将军给钱也不是个事儿，所以我就去耍了2把。你怎么不长记性啊？哎呀，兰哥，你看我这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的，也没有别的来钱的道啊。想当年我陪你阿爷赌叶子牌，也曾在赌场是大杀4方。那是因为当时没人知道你演邪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看别人的牌，这些事你还要我提吗？哎呀，兰哥，那算命的都说呀，说我是苦尽甘来之相，我越输越有，所以我就想试试运气。行了，我以后不赌了，你再给我2贯吧，这真是买药的钱啊！大哥，何四师来了。等我回来，看好了。怪哥，怪哥好。基老豆，喂，林哥，我睇下佢機寶先，一陣間同你傾偈。好啊，老赵，你先聊，你先聊。我来了，基宝还没出笼呢，何刺史怎么提前来了？刺史今天是陪客人来的。是哪位贵人？长安来的。宫里的。选几只斗鸡啊，让这个鏖战之后，贵人能够保证鸡能赢，还有斗的这个尽兴。就是让贵人苦战而胜呗。对，来，哎呀，有了，好的。人呢？你方才刚走，他就从这儿溜走了，像老鼠见了猫，吓破了胆。我以为他是被你给骂走了呢。他若真的怕我，还能理直气壮地向我来借钱，
这都，哎不行，这千万别想先吃。我看这何司使啊，贵人到了。哎呀，来了！何司使，赵长书，来，这是厂里边2只最好的斗鸡，挑一只。就这只。那我就这只啊。何司使，今日我来，只是替于都使督促一下转运的筹备事宜，怎么还玩上了？坐。何司使请。咱这岭南啊，素比长安，咱这儿有咱这儿的规矩。办差的时候呢，咱就要尽力的办差，办完差要尽力的玩儿。只是玩的好了以后，下次办差他才能尽力啊。老赵，哎，那话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入乡随俗，入乡随俗。何司使言之有理。马上有结果。这只黑凤上了，接下来第2场，咱们买定离手。恭喜贵人。何司使啊，于都使常教我，无功不受禄。今日这飞来横财，我怕是没福享。人的命，天注定，命里的财，你想躲也躲不过。这都是小史凭真本事挣的，那该拿就拿着呀！啊，来，拿着。时候不早了，咱家也得给于都使复命去了。若是回晚了，定要受责罚。哎，小史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这个于都使刚到岭南，为了圣人立志转运之事，真是殚精竭虑，尽心尽力。刚到这儿就病了，不如这样，我跟小史一起回去探望一下于都使，怎样？何司使，你这是明知故问。于都使并未抱恙，只是不想收你的礼。这怎么是礼呀？这是某对于都使的一片心呐！难道错了？于都使置身事外，便是不想与你有牵扯。他要自己寻一条生财之道。可是这生财之道有千条万条，不知道于都使选了哪一条？于都使听说岭南出过海帆绸，似乎很有兴趣，说这是吸纳真金白银的好经营。看来于都使对海帆绸也颇有研究。是，于都使还说，这李大使曾在岭南做过转运试验，岭南尽人皆知。如此号召力，不输当年的海虎。待圣人吃上荔枝，那高州荔枝啊，定是风靡大唐。若是能早早发下这荔枝绸，各中利益，车载斗量。这个于都使啊，不愧是长安来的，不愧是右相的左膀右臂啊！这来岭南才几日啊，竟有如此奇思妙想，运筹帷幄，高屋建瓴，上有别，名不虚传呐。何刺史怕是不知道这上有别的来历吧？讲，吉东蓬莱曾经攻过巨鳖一只，发狂咬死2人，一查
竟皆为奸佞。圣人带着贵妃前去，题曰：“经上有鳖，比龟万寿，有目如炬，能识忠奸，可辨善恶。”恰逢右相带着于都使入宫伴驾，于都使闻言，当即便叩首跪拜，曰：“愿为圣人之鳖，为圣人和娘娘齐寿延年，在这宫闱之内外，惩奸除恶。”圣人闻言，龙颜大悦。自此之后啊，才有着上有鳖的名号。何刺史，今日是看在这些打赏的份上，才多说了2句。在长安，若是于都使咬死的人，那定是奸佞无疑。告辞。哎，马郎君来了。马谢尔峰这2天来过吗？来过，昨天看见了。赵长说，你让我盯着阿米塔的动向，我打探出，他一直在找一个叫斜眼峰的人。他对我们说谎了。阿土手里的证据现在应该在他手上。斜眼峰，此人某熟啊。找到他了？他拿证据有什么用？他是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赚点钱，他把这些证据卖给何有光，或者是卖给何有光的仇人，捞上一笔。可是他糊涂啊，何有光杀人不眨眼呢，这些证据留在自己手里，只会引来杀身之祸呀。哎呀，辛苦狼哥，得一起找他了。中国人嘛，这边可说。兰哥，按辈分啊，好歹我是你叔父，你还这样抓我？那你见我躲我干什么？我能不躲吗？你每次对我都这么凶悍，这完全是眼里没有尊长。你还在绕圈子啊？我问你，阿土的证据是不是在你这儿？阿土是什么证据啊？哎，不是能说的消息，我都告诉你们了吗？你还在装傻呀？阿土已经死不瞑目了，何有光却安然无恙。你要是有一些良知，你就会把证据交出来。你就不怕阿土的亡灵来找你吗？哎呦，他来找我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也活不了几日了。我正好跟他叙叙旧情，打探打探这个。我问你，邪耳冯，我问你，匣子里的东西是谁换的？阿土专门让你回家送一趟东西，难不成是送他自家门口的草药吗？阿怪，叔父，你哪次缺钱我没给你？你怎么就什么便宜都要贪啊？我知道，你看不上我，觉得我活得不人不鬼的，烂命一条。可是我刚来岭南的时候，我不是这样。想当年，我阿娘是卖了陪嫁的首饰，才给我凑够了盘缠。我发誓要在岭南混出个样子，光宗耀祖。可谁知出了这些事情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就连我阿爷、阿娘死，我都没脸回去。他们一定认为是养了一个不孝子。
叔父，家里寻你的信寄到我这儿来。我说你在岭南过得可好了，一直在帮我打理生意，还替你寄钱回去。至少在他们眼里，你没有这么不堪。兰哥，谢谢你，你和你阿爷都是好人。兰哥，只是今日你来晚了一步，我需要钱，我要拿钱离开岭南，我把证据给卖了。卖给谁了？过去是海藩州的经办，现在是刺史府的长书记赵新明。眼看着证据就到手了，却被赵新民捷足先登了。你说他会不会把证据交给何有光啊？我听说这于都使从来了岭南就没给过何有光好脸色。是，何有光不管拿什么样的大礼，他都闭门不见。赵新民如此精明，一定能看出这于都使来者不善。不到大局已定，他绝对不会轻易投靠任何一方，更不会被任何人拉拢。所以这证据，他肯定是留在自己手里的。老赵，坐下陪我喝一杯，来。那就多谢刺史赏酒啊！哎呦，老周啊，这些年在我这儿委屈你了。哎呀，说我这人的脾气吧，那不好，老冲你大呼小叫的，多担待。哎呀，喝一杯。哎呦，来。来，我给你打。呦，不敢，莫来。可是你知道不知道，为什么我总对着你骂骂咧咧？我是拿你当自己人。是。这些年了，刺史府上上下下，都是你在操持。苦劳辛劳，我这心里有数。但你小子也没少抠油水，我告诉你，我都知道。甭蒙我，刺史别逗我。哪有啊？我是真心的拿你当兄弟。哎呀，刺史，你能把我比作兄弟，某不胜荣幸。你说这时光过得多快啊！你都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。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到我这儿来的？哎呦，某终身难忘。当年某就是海藩州的经办，一名小小的掮客，真是空有鸿鹄之志，却报效无门。又赶上这海藩州付之一炬，若不是刺史收我做长书，某哪有今日？哎呀，我记得刺史跟某说，做事要有明辨是非的慧眼，又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。这些话，我都记在心里，当作座右铭，时刻自省。对，亏你还记得。啊！我最近啊，这心里烦呢。可这整个岭南，我想找一个人说点真心话，都没有。也只有你呀，老赵。他们谁听得懂我的话呀？咱们这岭南呀，可是越来越不太平。这水里的这群王八，一个个可都把头冒出来了。那个阿弥达，那是冲着我来的，还有右相给他撑腰。李善德，
今非昔比了。这要是让他转运荔枝成功回到长安，他能放了我？还有那群武商见风使舵，一个个都不听管教，还有那于都使，都想在岭南发荔枝仇了。这群王八咬着咱们死不撒嘴啊！他们不是来图财的，他们是来害命的呀！岭南的天没变，地位移，人心散了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老赵你还跟我是不是一条心。是为知己者死，我也为何此事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老赵，多谢。风从龙，云从虎，我信你，老赵。那个于都使不是要发行荔枝筹吗？咱们也发，那就是跟他对着干。对，就是对着干，面对面的打明牌了。老赵，你想一想，这么多年，咱们给右相输送了多少利益，还不知足吗？派了个内臣宦官来，嚣张跋扈，贪得无厌，这是要干嘛呀？放心大胆的去做这件事儿，出任何事情，我督着。老子手上有冰与斧，谁能奈我何？此事荔枝筹的事情，我们始终没能插得上手。若是于都使发个公文，提醒百姓注意风险，这荔枝筹顷刻就到。他敢？我谅他没这个胆子。他要是真这么干了，岭南乱了，他担待得起？他要是宣布荔枝筹违反大唐律，来个复地筹信，倒是这岭南乱了，祸还得你背。事缓则圆，人缓则安。这事儿不能缓，必须快刀斩乱麻。你伸着头也是一刀，你缩着头也是一刀，咱不能等死。还有，借着荔枝筹这件事，把这群王八全都给我引出来，到时候当面谈判。能不能谈得好则罢，谈不好，全都推江里去给我喂鱼，一了百了。我还就不信了，收拾不了他们。岭南荔枝必风靡于大唐全境，故荔枝筹必为稳货而无亏之交易也。此荔枝筹每500文为一筹，望百姓踊跃购之。若荔枝运道通，则荔枝筹价必倍增焉。荔枝筹，我估摸着跟海帆筹是一样的吧？啊！哎呦，吃一堑长一智啊！想当年啊，海帆筹都赔死了。安静，安静！哎呦我，诸位，我知道你们心里顾虑的是什么。你们想想，当年的海帆筹，那是个海盗发放，是吧？人一死就没人负责了。可今天这荔枝筹是官府发放的，晋有刺史府，元有庙堂里的圣人，这就是天大的保障啊！啊，这么说也有点道理。实话跟你们说啊，这商人们一直想抢这块利，但是刺史府呢心有岭南百姓，想把这份好处实实在在的放到你们的手里去，造福一方嘛，是吧？你们都看到了啊，那个荔枝使做的实验，这次就是要把
高州荔枝运到长安，让圣人品尝。到时候咱高州的荔枝可就风靡大唐了。多少钱一筹啊？500文一筹。哎，有想了解具体情况的，上那边去啊。问，先。哎，军爷，劳烦您再给好好讲讲这个。荔枝筹令，岭南荔枝社，圣人特遣荔枝都使于此。苏老，这荔枝筹到底什么情况？是啊，我想诸位心里一定清楚，何刺史的为人，他发卖荔枝筹多半是要借机谋利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们出手，那可就帮了刺史府的大忙了。在一个贫瘠的部落里，生活着一个可爱的男孩。几乎每一天，他都会牵着家里唯一的那只小羊，爬上山顶，站在树下，一起眺望大海。一天，东南季风吹来了一艘大船，男孩和小羊蹦着、跳着、奔跑着，来到了海边。船上下来了几个长着大胡子的商人。商人们得知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非常的失望，于是准备在第二天风起的时候离开这里。他们问男孩愿意不愿意做船上的水手，和他们一起到海的尽头去看一看金子一般的世界。男孩心动了，但是小羊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他不停地用犄角攻击对方。一个商人摘下帽子上一根孔雀的羽毛，对孩子说：“我愿意用这根珍贵的羽毛来换你身边的这只羊。”男孩回答说：“不，我绝不会出卖自己唯一的朋友。”说罢，他带着小羊离开了。山坡上，男孩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小羊不见了。不论他怎么呼喊，都没有回应。男孩用力地吹着口哨，奔跑着四处寻找。日落时分，男孩再次来到海边。突然，他闻到了一阵香味。他看到海滩上，商人们围着篝火，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烤肉。一张羊皮拴在了商人的腰上。男孩发了疯一样的奔跑过去，他要和商人们去拼命。商人轻轻地推了一下，男孩便重重地摔在了沙滩上。商人对男孩说：“只有弱者才会为吹散的沙丘哭泣。来吧，如果你是赢家，那我会邀请你做今天晚宴上的第一位客人。”也许就是在那一刻，男孩似乎明白了什么。第二天，当海风吹起的时候，男孩登上了那艘大船。缓缓地，船驶离了海岸，身后是贫瘠的部落，远方是海的尽头，是金子一般的世界。男孩成为了一名水手，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那只孔雀的羽毛。
岭南荔枝，必风靡于大唐全境，故荔枝绸必为稳货而无亏之交易也。此荔枝绸，每500文为一绸，望百姓踊跃购之。若荔枝运道通，则荔枝绸价必倍增焉。荔枝绸，我估摸着跟海帆绸是一样的吧？啊！哎呦，吃一堑长一智啊！想当年啊，海帆绸都赔死了。安静，安静！哎呦我，诸位，我啊知道你们心里顾虑的是什么。你们想想，当年的海帆绸，那是个海盗发放，是吧？人一死就没人负责了。可今天这荔枝绸是官府发放的，晋有刺史府，元有庙堂里的圣人，这就是天大的保障啊！啊，实话跟你们说啊，这商人们一直想抢这块利，但是刺史府呢心有岭南百姓，想把这份好处实实在在的放到你们的手里去，造福一方嘛，对吧？你们都看到了啊，那个荔枝使做的实验，这次就是要把高州荔枝运到长安，让圣人品尝，到时候咱高州的荔枝可就风靡大唐了。多少钱一筹啊？500文一筹。有想了解具体情况的，上那边去啊。走，看先生。军爷，老板，您再给好好讲讲这个。荔枝绸令，岭南荔枝社，圣人特遣荔枝都使于此。苏老，这荔枝绸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想诸位心里一定清楚，何刺是个为人，他发卖荔枝绸多半是要借机谋利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们出手，那可就帮了刺史府的大忙了。啊！一旦百姓跟风而至，将大量钱财投入其中，那滚滚的钱财流向何方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能投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啊！哎呦！天有不测风云，诸位对曾经的海帆绸一定还记忆犹新，心存忌惮吧？当初海帆绸崩败，就是何有光搞的鬼，害我赔了不少。可不是，他又开始发愁了。我第一个抵制，我也一抵制。住，稍安勿躁啊！苏老，您交个底，荔枝绸咱不买，那荔枝转运什么时候能投啊？事缓则圆，给李大使一些时间，我相信他的为人。诸位放心，不到黄河，绝不心死；不撞南墙，绝不回头。小老绝不轻易放弃。林山泽，苏老的是不是还跟你闹脾气呢？此事是我有愧于苏老，我今天就去找他当面认错，解释清楚。哎，苏老，你来了。苏亮，特来看望李大使，还给李大使带来一样别开生面的东西。嘿，这什么别开生面的东西？城中百姓把它叫做荔枝绸。堂堂岭南刺史，竟做出如此下作之事。这荔枝转运本由你我经办，
此人竟当着你我钦差的面，想从中获利，吃相竟如此的难看，可想而知，平日里没少跟百姓争利呀。李大师，你放心，等某回了长安，定会禀告右相，办了此人。这按常理来说，应该回长安，再找他清算。但是现在荔枝转运这事儿都迫在眉睫呀。你说这一发愁啊，那等于把苏老之前的这些功劳全给抹掉了呀。是我们是不给他商路，但是我们得给人家相应的这个利益回报吧。毕竟人家之前对我是两肋插刀。你说这一发愁，这人人都受到好处了。以前没出过力的人，现在也有收利。那苏老他心里他能舒服吗？他这一不舒服，他就不给我双层瓮。你不给我双层瓮，我怎么运荔枝嘛？双层瓮。某在转运荔枝的方位上看见过此物，若是没了它，那荔枝只能保持7天的鲜度。是啊，那此物是转运的关键啊。这双层瓮，只有苏老有吗？是啊，只有他有。那个外邦也有。那你外邦运过来，他来不及吗？这事儿麻烦了。看似接舷之急，实则昼夜之患呐。不是，这要不何有光这事儿得给他叫停。这叫停啊！叫停啊！何有光是刺史，某只是内廷的一个常侍，某管不了他。你怎么管不了他？你现在不是常侍了，你是都使啊！都使你得督导这件事情啊！你说何有光现在他在岭南，这不就是煽动百姓吗？这是大肆敛财，这跟愚弄百姓有什么区别？你是都使，你得督导这件事儿，查办他，你办他呀！某就怕别人说某独断专行，滥用职权呐！谁敢说？谁敢说我有银牌？谁还当过右相吗？那不行，回长安，我给你作证，办他，必须查办他。李大师，只要你愿意替某作证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某也闯了。贫道受人之托，要见何刺史，劳烦梅姨通报。何刺史公事繁忙，岂是你一个小道士想见就能见的？那便劳烦梅姨向何刺史带一句话：范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于湖。道长，请随我进来。关门，让。你们都下去，任何人不许打搅。何有光，拜见道长。范阳郡的那位贵人说，天机将至，问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某苦等贵人10载，未曾有一日懈怠。如今终不辜负贵人期许，并御府业已在手，水师皆在掌控之中，随时听候贵人调遣。
赵尚书，有何急事唤我过来？刺史不知道怎么了，在后院闭关不见人，就是连某都不见。啊，连你也不见？听门房说，那日来了一个小道童。刺史见过他后，脸色就不对了。赵尚书别急，何刺史定有他的考量。母现在是着急荔枝绸的事儿，大胡商不进场，百姓便在观望，如今才迈出1场。这个时候，刺史闭关，定是遇到了他心里觉得过不去的大事儿。你我都是他的左膀右臂，此刻要替他分忧的。赵尚书所言极是。不过我就不明白了，这赚钱的买卖都送上门了，那些胡商为何不买？还不是那个苏亮，他觉得荔枝转运的经费是他出的，他就要获最多的利益，所以联合其他胡商共同抵制咱们的荔枝绸。这个老狐狸还想在咱们的地盘上成精，我带人去把他拿了，杀鸡儆猴，这样其他人也都能老实了。但要拿苏亮，势必惊动李善德。李善德现在手里有右相的银牌，今非昔比啊。赵尚书可有办法？有倒是有，但对付苏亮，要师出有名。出什么事了？哈哈嘿！杨校尉不请自来，有何贵干呢？苏老，我们查出了一支你旗下的商号，发现你们竟伪造了通关符牒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小老，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苏老，你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你伪造符牒不说，还在上头伪造了李大使的名讳，妄称是替荔枝使做事。这样的符牒，你竟敢伪造出5份，当真是胆大包天！你开玩笑，小老胆子没有那么大，一定是你们指鹿为马，误入歧途了。我刺史府办事，向来讲求证据，真相如何，一查便知。还请苏老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是要给谁通风报信啊？我要见李大使，全都给我带走！我要见李大使，让我去见李大使！偷奸人命！怎么样？认购的契书都看明白了吧？有什么异议吗？顾老，还是没有找到苏老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再找。是。不用等了，苏亮来不了的。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，千万别学他。这喂到嘴边的汤不喝，结果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。荔枝转运的事儿折腾得够久了，这中间你们也跟着转来转去的，如今也该下个决心了吧？这回买了荔枝绸，也算是尘埃落定了啊。诸位若是想明白了，就签吧。赵长说，何刺史让您去后院找他一趟。哦，哎呀，
刺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追随你10年，从未见过你这般模样。我打探过了，这个于都使不简单呀，来者不善，协助转运荔枝是假，冲我来的才是真呢。难道是右相？如果我到了，你也保不住，赶紧带着自己的妻儿跑。刺史，某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当年某怀才不遇，在岭南举步维艰，纵有鸿鹄之志，也难有展翅之计。是刺史提拔了某，刺史对某的知遇之恩，某心怀感念，愿以身报恩。你跟随我多年，我不想连累你啊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是再不走，你可就走不了了。愿俺何刺史坚守到最后，与于都使一决高下。哎呀，好啊！不枉我培养你多年，提携你多年呐！我是在跟你说笑呢。就那个狗屁于都使啊，我什么时候把他放在眼里了？我分分钟捏死他。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大事儿。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，我梦见一个老神仙到我面前，跟我说，我的长相酷似当今的圣人。你怎么看？仙人啊，仙人所言自是假不了。在我看来，刺史的样貌和当今圣人真是有那么几分相似啊！朕就是神。你说，如果这个仙人所说属实，那我常年累月的窝在这个岭南，给右相当看门口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？啊！老赵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来，过来看。韩愈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听说过这首诗吗？王长龄写的，他当年被贬江宁以后写的。一片冰心在玉壶啊，说他自己心若怀冰，操守纯正，牢骚圣人，似暖还寒，纵容无事。这不就是在说圣人不识忠奸吗？可现实是什么呀？你再看一看，这湖冰化水一缕一缕流出来的，不都是一条一条向贵人效忠的人脉吗？我为右相犬马多年，处处被这老小子钳制，现在弄个烟火来，是要卸磨杀驴啊！老赵啊，
你胸中有锦绣，背后有乾坤，你是个人才呀！现在时机已到，为何不跟我一起搏出一个名堂来呀？老子疯疯癫癫做这个刺史做了10年，你以为我真的全心全意都在乎那些机宝吗？我与范阳君那位贵人相识已久，这么多年，无时无刻不在惦记谋划这件大事儿。在海上，我的这帮海盗兄弟完全可以为商船保驾护航，我为什么还要水师呢？我只不过是用此机会向右相那儿讨得冰云符，这样我就可以把整个水师的人换成我自己的人，从而达到掌握水师的目的啊！还有，咱们经营商会那么多年，积攒钱粮，为的是什么呀？也是为了举大事而备啊！至于那个什么狗屁荔枝使，我为什么要阻挠他转送荔枝去长安呀？我是怕这件事引来太多的外人进入岭南呐，他们会坏了我的大事。如今万阳郡起事在即，倒是天下大乱，我正可借势而为。老赵啊，当年老子做海盗，靠的就是枪。我抢来了船，还有了兄弟，上了岸还是靠枪。我抢得了一个刺史的头衔，老子隐忍负重，卧薪尝胆10年，还是要抢。这次老子要当这岭南的圣人。昔日太宗带100余兵，便能取得天下。今天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兵，我们有粮，我们还有钱，万事俱备，地利人和。第一步，我就要瓮中捉鳖。老赵啊，如果你能帮我，那我就有了人和。愿誓死追随何刺史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好。夫君，出事了。何有光今日跟母透底了。他真的反了。你去的地儿，水和食物我都备齐了。你放心，过不了几日，母就去接你。我不走。夫君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不都说好了的吗？只有你安全了，某才能一心的应对这次危局。若是万一……我等你。我们都等你。今日本来就打算做点好吃的，告诉你一件喜事，我有身孕了。
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前2日，我去道观进香求签。体前那道士说我有天丁多佛之相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就当他是为了讨个口彩。夫君，你今日刚离家，我便开始作呕，想起老道士的话，便去看了郎中，结果，我老赵盼了半辈子，没想到你还能给我赵家续上香火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保你养脸周全。于都使，刺史府赵长书求见。他说了，今日不是来替何刺史送财的，他是来替自己送诚意的。正想找他呢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如今他被何刺史推到前线破局，他应该知道于中没有异议，看来是个识时务的人。哎呀，这几日耳根子清净。也多亏他送来这只鸟，给猫解闷呢。让他进来吧。让他进来吧。热。李大使，李大使，现在这只卖完，我们都得去查。于都使请你过去，说有要事相议。是苏老的事儿有眉目了。苏老被刺史府的人抓走了。什么？于都使，哎，赵长书，不是，你们怎么把苏老抓来啊？李大师莫急，这一切都是何有光所为。不是，他这是耽误荔枝转运，我禀告右相呢。李大师，莫要白费力气了。何有光现在连圣人都不放在眼里，他敢，他这不是谋反吗？他就是要反。什么？何有光要谋反？他已经动用了手中的冰玉符，调水师扣案蓟县。一旦举事，岭南必须封锁。倒是别说苏老，就是2位的性命也堪忧啊！我作为刺史府的长书，对岭南百姓的安危负有责任，所以前来报信，请2位大使尽快想出对策。那这个消息赶紧传回长安呢。就算把消息传回去，我们也等不到援军了。李大使，何有光已经约某赴约，怕这今晚就要动手了。如今，我们只能想办法自救。这个烟火，自从来到岭南之后就惺惺作态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见我。何刺史，举事在即，长安的人可都是祸患，不如我直接带人给他们清理利索。你不可贸然行事，他必然留有后手，否则他不会送来燕帖。今天水师就会登陆，到时候兵马齐全，再动手不迟。某与赵长书在城中想破局之法，李大使，你有右相的银牌，今日水师登陆，一定要想办法拖住他们。那你这是鸿门宴呐，这去了肯定有凶险的。杨校尉，你带人封城，今天夜里，任何人、任何消息，不能流出岭南。是。某是唐人，虽是残缺之身，但大义当前，某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李大使，你即刻动身。若是今晚事有不协，某死在何光手里，赵长书会传信于你，
你带城门直接回长安，向右相禀告此事。封城了，看来这何刺史是下定决心，今日要与我们鱼死网破。小的该死，说起话来没个避讳。不用有什么避讳，这过江之鲫是鱼，湖中锦鲤也是鱼，这海里巨鲲还是鱼。某这条鱼，岂是他能轻易网得住的？刺史统领，抗王延人！这燕帖其实是我们送去的，您明知何刺史会反，为何还要行此险招，将自己立于危墙之下？这个何有光跟右相往来甚密，若是报上去，恐牵连右相。倘若我们能把此事按住，再禀告右相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可是功劳虽大，胜算可太小了。咱们几个人势单力薄的，如何能和何刺史的兵马抗衡？富贵险中求，某等这次机会，已经等了很多年了。纵是以命为注，某还是要赌一赌。就看今晚谁的命更硬了。老赵啊，今天晚上水师一登陆，你就带着府兵去七凤阁，把那个燕货给我杀了。惹。于都使，何刺史，几日未见，甚是想念。哎呀，于都使啊，何某几经坎坷才能见到于都使啊，有幸之至。哎呀，何刺史，哪里的话，请，请。哎呀，何刺史忙里偷闲前来赴宴，某要感谢何刺史赏脸了。哎呀，于都使，太客气了。自从于都使到了我岭南，我就一直寻思着想找个机会，让于都使尝一尝我岭南的佳酿，可没办法呀。于都使忙啊，今天于都使给机会，何某敬于都使一杯。饮胜。赤峰吏之使李善德拜见水师都督，还请都督班师回营，莫要自误啊！李知识，一个卖果子的也敢命令起本都督来了？我虽然是个吏之使，但我身兼替右相巡查岭南之责呀。水师应该在海上游江巡弋，今日却莫名登陆调解，这违背军律。我是来给都督提个醒。我们是奉命行事。那我直说了吧，何有光蓄意谋反，右相早已知情，就等他自投罗网。您要是一意孤行的话，
就得替自己身后的事考量了。你们定无胜算的。你说何有光谋反，可有证据？都督，你要是再往岭南踏出半步，就是反心已决。这一步错，万劫不复。我们只听命于兵于符的调遣。都督，还请三思啊！我们尚未见过何刺史，为何听此人的一面之词？你们只管依命行事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